戴总，您看。拜姐，还有10分钟。好。戴总半小时后会参加全球创新硅基峰会。技术部，你去检查一下星河的演说程序。公关部，核实投资人关键问题应答清单。行政部，你去核实一下印有湾海科技的伴手礼。麦姐姐，戴总不满意峰会的穿搭怎么办？给你5分钟，去核实一下核心架构图，还有实测数据对比表，关键参数有偏差。动起来！真丝高密，日月同辉，适配峰会氛围，冷调主视觉。这个也不合适。这个纽扣材质复刻核心齿轮魔术，呼应技术主题。再加一个这个吧。戴总，该出发了。戴总，曼特宁，酸度4.2，温度68.5度，路演前20分钟饮用，提神且不影响生态状况。我最欣赏的黑客 Zero， 据说也会参加这次峰会。算你有眼光。全球 TOP 10的风投机构和3大芯片行业巨头都到了吧？是的，这是湾海星河打破国外技术垄断，获取量产资金唯一的机会，绝不能出任何差错。明白。湾海科技戴锦晨，历练豪门千金徐美熙，好事将近。戴总，徐小姐带着一帮记者和媒体闯过来了。逼婚，还搞这么大的阵仗？马达，尽快让保安拦住门外那些媒体。一旦花边新闻发酵，星河的融资和上市计划就会功亏一篑。已经让保安暂时把他们拦在外边了。处理他。对不起，徐小姐，你不能进去。你是什么身份，也配跟我说话？我是湾海科技的总裁特助，专门帮戴总处理垃圾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单位派你这个秘书来做挡箭牌？无关紧要的干扰，我来处理就行。无关紧要。单位在创建湾海科技的时候，徐氏以天使轮独家的名义注资5000万，其中有一项特殊的条款，如果在公司上市之前，单位未能履行和我的婚约，徐氏可以稀释他在湾海科技公司的股权，直接介入公司决策。星河的突破是在于我们解决了3D 堆叠的热扩散难题，其单位面积算力达到了行业顶尖水平。单位现在应该开始在路演了吧？你猜猜，如果他没有和我履行婚约，我敢不敢在这个融资节点上掀起股权纠纷？你这个 bitch 是不是早爬上了 David 的床？我没记错的话，天使轮注资是5000万，实际到账2000万。他连这种核心机密都告诉了你，所以你所谓的特殊条款违反婚姻自主权，在法律上根本无效。戴锦晨，你给我出来！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当年徐氏那笔天使投资挪用的是专项款项吧？那徐氏的股东并不知情。你威胁我？对，威胁你5分钟内撤销所有的绯闻还有通告，不然我让徐氏付出应有的代价。提醒你一下，还有4分40秒。哼，刘晓琪，你给我等着！徐总，
刘晓琪没那么简单，她是秦省工业大学计算机系的顶尖学霸。当年在国际 ICPI 计算机全球赛事总决赛中，她带领团队拿得了金奖。女学霸还不是当了总助？秦省来的村姑妄想勾引 David， 心机。可是搞砸了星河的融资有什么好处David 想要星河继续研发升级，必须求助于我。徐氏也可以借此机会成为科技龙头，我就是名正言顺的戴太太。即可启动 Plan B 方案。我们通过石墨烯散热层与 3D 堆叠的协同设计，将芯片工作温度控制在65度以下，同时算力提升300%。怎么回事？现场演示数据怎么会被篡改？如果算法有漏洞，那我们投资的风险就太大了。攻击是伪装成参会媒体的恶意中刀，用的是零日漏洞的突破了防火墙。戴总，我们已经追溯到攻击源头了，是万安内部有人将木马病毒植入了星河的运行系统，留下痕迹了吗？徐总，零日漏洞攻击成功，伪造的操作签名和境外邮件日志已经打印出来了，密钥系统的篡改记录也没留下痕迹。敢挡我的路，你会死得很难看。刘小琪奶奶已经在我们手上。好，好戏马上开始。贵公司是不是出现了内鬼？这么不专业的团队，我们怎么能放心合作？戴总，这个签名的哈希值是用我的救命药伪造的，我来溯源。哎，奶奶，你奶奶阿尔兹海默症状，走失应该很容易吧？王戴总，戴总，我家里有点事儿，我得马上回去。戴总，所有的日志都被远程清空了，我们没法溯源了。哼，看来戴总这位总助是着急的跑路呀，核心数据早都转移了。我没有。别狡辩了 ，David， 这是技术鉴定报告。攻击终端的操作记录与刘助理的电脑使用习惯高度吻合，而且我们查到3天前，他曾向境外的邮箱发送加密文件，收件方正是某竞争对手的研发部。戴总，根据邮箱日志和操作习惯分析图，确实是麦基。没有。给你3分钟，你有什么要说？戴总，现在证据都指向你的助理，如果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和处理，我们只能终止投资意向。麦姐，你被湾海科技正式解雇，技术泄露的事，公司会继续调查，也对你保留起诉的权利。刘晓琪，你死定了！融资失败，我的 David 啊，还得靠我。亏我对你这么信任，你却背后捅我一刀。公司不光要对你追究到底，还要让你回到倾家荡产，你就等着被全行业封杀吧。戴建成，你真够狠的！来公司2年多，我帮你挡了多少麻烦？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你竟然把我往死路上编！当初不让你进军芯片行业，你偏不听。现在好了，湾海因为技术泄露，负面新闻铺天盖地，戴氏的股价也受到了影响，一夜之间资本全撤了。
妈，我会想办法解决的。现在唯一的路就是跟许氏联姻。绝不可。妈，爷爷不是给我留了一笔遗产吗？我想用它来救湾海。想动用那笔遗产，必须满足3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第一，去秦省戴家老家认祖归宗；第二，找到你爷爷当年的未婚妻菲妮；第三，和菲妮的后人结婚，少一个都不行。爷爷的未婚妻，我怎么没听说过呢？联姻还是履行继承条件，你自己选吧。马达，订票，去秦省。有一座城市，它让人难以割舍。有一种怀念，它叫做曾经来过；有一种旋律，它扯着嗓子唱歌，在它的中心，人们叫它。明天傍晚，车窗外，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。往前飞，飞过一片四界海，我们也曾。戴总啊，麦姐就是秦省人，她被您开除后。遭到全行业封杀，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已经回老家了？朴村那边联系了吗？好，联系过了，村主任非常热情。去你！哎，启明，这台报马上就来了啊！赶紧忙活，把场面都给他撑起啊！好。夫人啊，啥财宝嘛？有钱不？能给我吹头子吗？哎呀，本辣子能买吗？能。哎，是这，见怪兽，去把我锣鼓支起来啊！俺胡一，去把我过年我塑料花拿去，一人一把啊！我去拿鞭炮，大家分头行动啊！走！忙活起来啊！忙活起来！戴总啊，我觉得 Maggie 不可能是内鬼，她是唯一能让徐美熙放下戒心的妻子。我不明白，攻击星河用的是零日漏洞，是3年前汪海提交的未公开漏洞。前线名单只有徐美熙，不是研发组的人，不解封麦姐，徐美熙不会放松警惕，更不会露出马脚。可是戴总啊，徐美熙把脏水泼得这么狠，全网都骂麦姐是技术间谍，他的职业生涯怕是毁了。只要Zero肯出手，徐美熙的伪证撑不过3天。那可是黑金五角大楼备用库后还留下16禁止签名嘲讽 FBI 的狠人啊！3000万加密筹码，外加星河漏洞检测权限，他肯定能动心。那我这下就能请动他了。戴总，我可能撞人了。奶奶，奶奶，我这也没撞上，你怎么又倒了呢？奶奶，你没事吧？你是谁呀？我奶奶，车也没有碰撞痕迹，您身上也没有伤口，您是不是想讹钱？小伙子，你结婚了吗？奶奶，你怕是想多了，就是没结婚，那也不能看上您啊。奶奶，我很忙，说吧，要多少钱？戴锦晨，你去死吧你！麦姐，你怎么敢这么对我？你跟着我干什么？我跟着你，戴锦晨，你还真以为你还是我老板是吧？我还得宠着你，你这个自大自恋狂，你鼻孔朝天，你目中无人，嘿，说话跟别人欠你似的，还得满足你的一切龟毛癖好，差一丝一毫都不行的代言王。婆，咱走啊！这是Maggie。抱歉 ，Zero 拒接了您的单子。原因呢？没有原因，只说绝不跟戴总合作。戴总，那 Zero 要不出手，那 Maggie 没办法洗白，他不得恨你一辈子呀！说你个说啊，你家台城人可养活的很啊，咱不能太土气啊！一会儿闹些流行的，给咱抢个场面啊！
都蹭个场面啊！哎，不兰花靠谱吗？哎呀，人家这从台城来的，这肯定就是个大老板嘛。听说呀，这回来是认祖宗来的，到时候呀，给咱们1万块钱。哎，这再闹不好，给咱们一个人2万块钱呢。大老板要是愿意给咱村投资，咱们农产品都不愁了。俺卖30的饼儿，得是不够档次。哎呀，我不是给你10万吗？让你买贵一点的嘛。嘿，来，瞧！媳妇儿，跑！哎呀，大老板，他做3蹦子呢。你懂个啥嘛？哎，我叫鸡叫。错了，这啥情况啊？这么大的阵仗？停，错了。哎，刘小七，你这捣啥乱呢嘛？立马撒你走，别挡着我们养财神。哎呀，快！哎呀，你们总算回来了呀！热烈欢迎戴氏后人回来归宗啊！你又跟着我？我跟着你，你也太口子大了吧？他们认识？好，胆子。啊，热烈欢迎！真正的老板，这都长得鸡叫。揍他了！哎，挂！哎，挂呀！来！欢迎同胞回乡！哦，欢迎！去年今儿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，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绣春风。去年今儿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，人面不知何处哎呀，搞错了，不是我，他才是戴氏后人。哎呀，又弄错了，你看。哎呀，这哈巴拍马屁给拍到狗腿子上了。哎，走。咱们这个高端民宿啊，是咱这乡村振兴的试点项目，住宿、空调，还有电视、WiFi， 齐全的很，住起来就美的很。来，走。走，劳烦主任安排。哎，都是自己人，不客气。哎，启明，倒茶呀。哎，坐。这是咱村特色农产品，就是目前销售停滞了，哎呀，急人的很。主任，我能先看看族谱吗？哦，这族谱呀，都在老族长手里边的。不过你放心，我问过老族长，你爷爷的确是我们鸟村人呀。带走，喝茶呀！来。哦，有点烫。主任啊，我们戴总想尽快看到族谱。哦，是这，那你得先休息，我给你请族谱去。啊。去年啥？根部上没有带针吧？耶，嫂，你先别睡下，你给咱把话说清嘛。什么？亲爹？哎呀，
柿子要吃红的。哎呀，你不是说这族谱上有戴珍吧？戴珍堂是咱们戴家的后人，族谱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你自己看。哎呦，完了！我根谱上要是没有戴珍帮，咱村怕是留不下人家。他就是认错了。我十里铺的白庄也有个戴氏祠堂吗？哎，夫人，啊，不是，这活人呢还能叫尿给憋死了？这好不容易给咱村来了这么大个财神，族谱上没有加上去就对了嘛。爸，就是啊，这胡说啥呢？我族谱是族人的根啊，谁想上就上呢？啊，这丢仙人！夫人，请我跟你说嘛，这台城离咱这儿2000多公里呢，大路呢，它又是台城的根，这人家回来认亲，咱们阻止了人家回家，咱这良心上也过意不去嘛。我一说的也对些，族谱这不是后来才修的吗？这老族长我拈花耳背的，有点漏洞正常嘛，这加上去就对了嘛。看这话还像个人话啊！大，人家一高兴给咱村投资呢，我乡村振兴就顺理成章了嘛。哎，而且我的老干爹也有指望了。那咱可把丑话说到前面啊，加名字可以，人家投资那必须是自愿，咱可不能拿这个族谱当筹码，干我缺得是啊。夫人，我就知道你最明事理的，这事情你就不管了。我给咱推荐个人，这8分能成。谁呀？刘孝奇。刘孝奇？哇，太冤了呀！冤家路窄，真是走哪儿都能撞上这尊瘟神。小齐，这小玉说你认识5个姓戴的老板，你去跟他说，只要他出300万给咱村里投资，族谱上就能加上他爷的名字，这还能把他爷的骨灰埋到咱村风水最好的地方。你考虑一下啊。这送上门的肉，不吃白不吃。吃麦子。哎呀，戴总，这儿环境不错吧？就这，戴总什么时候住过这服务型的难民房啊？那长板硬跟板砖似的，那马桶圈冰的都粘屁股。别这么说，就这地方，连一瓶进口的矿泉水都找不到。哟，戴总金贵呗，那住不惯你就走啊！姚崔我没拿绳子绑你过来，没人求你在这遭罪。没想到你的家乡竟然是秦省的野村。你有意见？说吧，什么推荐？那我就直说了啊，在姚村的根谱上根本就没有你爷爷戴振邦的名字，那根谱上没有呢，就进不了族谱，上不了祠堂的。什么根谱族谱的，晕死了！我爷爷很确定，他的故乡就在这，怎么会没有人？哎呀，村主任知道，你们台胞回乡一次呢不容易，当年啊战火纷飞的。老族谱早就弄丢了，现在重新修的新族谱呢，那少几个人也很正常。不过嘛，村主任说了，那想加人名儿也不是不行。说吧，多少钱？戴锦晨，你绝了我的后路，我就让你出出血，好好给我买单。3000万！3000万！刘小七，我跟你说，你这属于讹诈！你当我们戴总是冤大头啊？戴总，你可千万不能答应，你要冷静。打开，扣上1次，不同意；2次，犹豫。不会吧？3次 ，yes。可以。人傻钱多，这不像代阎王的风格呀。
那好吧，那你就先给1000万的预付款，等事成之后呢，再结余款。哎，怎么？你刚答应就想反悔啊？不，对我还有一个要求。果然无利不伤人。戴总，你说，只要我能满足的，我都会帮你。做我未婚妻。妈，让律师尽快走流程，星河的融资不能再拖了。你是说菲妮和她的后人都找到了？戴锦纯，你有病吧？让你奶奶演菲妮，你演菲妮的孙女，跟我演一场你演的戏。不是，你疯了吧？我奶奶是阿尔兹海默症，她发死病人连人都不认识，怎么陪你演戏啊？这样更自然。我看你真是病得不轻。哎，等我继承遗产，拿到星河的研发基金，这场戏就结束了，钱一分不少的给你。你的诬陷，我也会帮你洗清。原来你都知道，所以你的决定是？我成交。当年你爷爷年轻的时候时局动荡，跟着同乡去了台城，临走前告诉菲妮，等时局安稳了，一定会来娶她。我爷爷当年被迫去的台城吗？带着2个家乡的锅盔走的，当时书信难通，就完全断了联系。我爷爷他姚村祠堂有规矩，上族谱要念认祖词。他说有一天等你回了姚村，一定要替他念出来。你念，我听着。怀根扎姚村，香烟刻古镇，渡头别时月，照我归乡人。待世血脉继，不忘养育恩。游子千里远，叶落终归根。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，就是没能死在故里，给菲妮一个交代。所以，这不是走流程，是让你爷爷魂归故里，懂吗？遗嘱，姚村，有意思。徐总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马上订票，我们去姚村。不是啊，不是，这小七折了，这戴老板赔本了，这同意乡村建设了，这么痛快。那我真请我老组长咋说的？哎呀，好弄！我老组长说，祖父上一次吹的快烂了，大不了我趁着换字我时候填批嘛。哎呀，这个老组长二辈，这混过去倒不难，可族谱是咱老辈人花了好多年重修的，这漏一个人都要跪祠堂呢，咱正好干，我对得起祖宗嘛。夫人，这活人重要还是我死人重要呀？你看咱村这乡村建设，这年年不是都垫底的吗？我辣子再不卖啊，我放到屋子哈了。你跟你说话啊，你打过人死的，你别理他，你领上几个人到我祠堂去，把我拉给他见佛。把我脖子上贡品一摆，这赖老爷子，咱既然要认人家是咱村的人，就得按照咱村里的规矩来嘛。我现在不是认祖宗的，我是财神爷。好。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，就是没能死在故里，给菲妮一个交代。契约的事算了，我还要帮爷爷
戴总，3家晶圆代工厂同时发布了暂停排产通知，说我们再不支付代工费，他们就暂停星河芯片流片的订单，怎么办？我妈那边怎么说？夫人那边说，只要你完成认总归宗，他就让律师先给你打1个亿救急。戴总，我觉着吧，天下戴家这都是一家，要不您就先走走过场，先解决这燃眉之急，然后再帮爷爷完成心愿，以后找到了改过来，那不都一样吗？尽快安排村里走流程。哎，好的。孩子，你是戴振堂的孙子？嫂儿，今儿穿这一身气派的很啊！耳朵上我是啥呀？得是祖亲戚。认祖是我们戴家天大的事，能含糊吗？我特地让镇上的医生调好了我的助听器。嗨，我老汉能听见了，今儿叫我念碎一点，一定要奋力把这事情弄完啊！县总啊，我看时辰差不多了，点香，可以点香了啊！好。来，持香人举香。黄土育根，情怀传媒，先祖魂归，必有后代。今有族人从台城来，认祖归宗，今以清香3炷，高为祖宗。持香人拜天，拜地，拜戴氏列祖列宗。远游者归，离人还乡，魂入祠堂，代代荣昌。我戴氏子孙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回家了。按规矩，子孙入族谱，戴振堂后人一并入族谱，先报上你父亲的名讳。爷，我来。娃娃，戴振堂是你的爷爷吗？老组长，我爷爷。他爷爷叫戴振邦，不是戴振堂。
这里可是祠堂，这可不敢胡说啊！谁胡说？我们徐氏和台城戴家是世交，他爷爷就叫戴振邦。贤宗呀，认族谱进祠堂那是大事情呀，你怎么连名字都没给我搞对呀？将来我还想让你接任族长呀！爷，咱再核实一下啊，再核实一下。呸！委屈你了，戴维。虽然你这乡土情怀值得尊重，但这充满复古感的屋子确实配不上你戴家的身份啊！装！你不是被开除了吗？怎么还黏着戴维不放？那是戴总追着我不放呀！你来这儿干什么？我是徐氏的继承人，也是湾海的投资人。我来这了解一下我合作方的情况。我的电脑被植入了监控软件，技术部溯源到的 IP 是你在硅谷的私人服务器。你安插7人在公司，一边监视我的行踪，一边转移星河的核心数据。你了解的太多了。我那是担心你被别有用心的人给欺骗了。担心我还是控制我？我那是爱你，只有我才能帮你守住湾海。别的女人接近你都是为了钱。哼，这么容易就炸出来了？感谢提供证据哦，徐女士。如果金源代工厂还不恢复生产的话，我代表星河可以起诉你们侵犯商业机密。你放开他！松开！松开！代工厂的事你自己掂量。另外，收起你那变态的控制，滚！戴景琛，湾海研发部的进度报表，我前天已经看过了，已经落后美国 AEM 公司一大截。如果你还在这什么破地方寻什么根的话，星河会彻底报废。白姐，你有极高的职业素养，回湾海吧。戴景琛，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知道泄露星海商业机密的人是徐美熙呀？我当时在下棋。下棋？我看你就是个吃水二愣子，我找个笤帚，我抡飞你！进不了祠堂，接下来怎么办呢？徐总，我们安插在湾海的眼线毫无征兆，全部被辞退，一个都没有留下。一群没用的东西！接下来该怎么办？通知代工厂，停止湾海的所有产品，不许发货。我们也会有损失的。能干就干，不能干滚蛋。好的，徐总，我马上安排。小黄戴总给我们的投资，你还没有钱？走开啦！一身垃圾鸡屎味，我可不是冤大头。你别以为你喷个胶你就高人一等了。我今天呀，就要好好教训教训你这个成了精的香废皮儿！我的 Richard Weaver， 龙家跟你拼了！跟你拼了！匆匆忙忙有日有夜，先生匆匆忙忙连不带爬。
行头，借我用一下。老组长，是我玷污了祠堂，您罚我吧。你错在哪儿？我最初张罗任期，不是为了爷爷的姻缘，是为了解我自己的燃眉之急。可真跪在了祠堂，我给爷爷、给姚春代价列祖列宗，磕头认错。孩子呀，你可知道，战争年代逃出去的人，为什么在临死之前都要朝着家的方向爬呀？因为想喝妈妈做的小米粥，想穿妈做的布鞋，想让爸背着再打一回澡，想和兄弟姐妹们一起追鸡撵狗。你们生下来呀就享福，体会不到战争年代的人啊，光活下来就不容易呀。孩子，老汉不怪你，起来吧。但是我也不能留你呀。你走吧，你赶快就走。你走吧，你赶快就走。哎爷，你敢叫戴总走呀？我拉混账！钱给的多，就可以出卖祖宗吗？抱歉抱歉，爷，走。哎，你以为什么叫进祠堂吗？那是让那些走散了的魂知道灶火没有灭，油灯没有熄，有人在等着他，也让后人知道自己的来处呀。老组长，我这就走。孩子，不是老汉不讲理呀，是血脉不能乱呀。老辈们，为了让待死的子孙将来能够认祖归宗，那是想尽了办法呀。我那个时候还小，我只记得男人们出村之前必须进祠堂磕头，背下认祖词呀。你外根斩鸟村，乡音刻骨深，渡头别思远，召我归乡人。待是血脉尽，不忘养育恩。游子千里远，落叶终归根。啊，这是我们戴家的孩子才知道的认祖词呀，谁教你的？我爷爷戴振邦。确实没有这个名字呀。爷爷，这根本就不会做嘛！你胡说什么？存根谱那是祖宗的规矩呀。出村的男人得在上面留名，摁手印才能走，就为了后代修族谱之后有个根据，怎么会错呢？爷爷，你肯定看漏了，我帮你找。哎呀，外星女娃糊弄啥呢？我翻来。哎，孩子啊，你爷爷留了什么信物没有？我爷爷给我留了个定情信物，他的未婚妻叫菲妮。我好像认识。
家人们下午好呀！今天和闺蜜呢约了去庄园喝下午茶，顺便呢开个直播给大家看看今天的搭配。这只 Birkin 呢选的是 Toto 皮，虽然挺破，但就是有点难养啊，还是 Mini Kitty 的更日常一点。可惜呢，上次去巴黎参加时装周，不小心蹭到了，送去养护还没有回来。徐总，正干嘛呢？没听见吗？巴黎名媛正在自己的庄园喝下午茶呢。哎，我说你这成了精的香水瓶，你是不是又要挨打了？哎，我说你这个成了精的香水瓶，你是不是又要挨打了？老朋友先不说了啊。别以为你拿个包、戴个手链，就能把自己的阶层也蹭上去了。就像这褪色的花纹，再怎么装裱，也成不了真迹。干嘛我？骂你怎么了？等我把David带走，我还要起诉你们母女俩抢夺我的财物呢。爹，我戴总是咱鸟村后人，老族长就认了。成了，完了。进。这徐美熙的手段还是这么上不得台面啊！表面上撤了所有监控，这背地里就以代工厂预付款不足砍出货。哼，他倒是很清楚我的死穴在哪。湾海资金真的出问题了吗？研发有多烧钱，你不是不知道。虽然你坑了我，但是我对星河还是有感情的。难道没有别的办法融资了吗？有。来。你别乱来啊！你害得我被全行业封杀，我才没有原谅你呢。想多了吧？哎，之前的事儿我会用钱补偿。为了星河，你呀……哎，不是好演戏吧？夫人，改口了，叫伯母。伯母好。你们这是？妈，给您介绍一下，麦姐就是菲妮奶奶的孙女。这么巧，合起来骗我吧？这么巧，合起来骗我吧？阿姨，希望您见到我的时候，还能满意。麦姐呀，下周我要去开股东大会，然后直接去瑶村，这样既能见你奶奶，也能去祠堂拜祖，顺便去看看你们俩，好不好？好，好啊。那就下周见了。这什么情况？阿姨是要实地考察呀，1周的时间。我们要是找不到菲妮奶奶的线索，还有你爷的重要线索，那我俩就穿帮了。皇上有我。唉，眼下最重要的呢，就是死磕菲妮奶奶，还有爷爷留下这个银锁这条线索。你有想法？撒网捞鱼。大家先登记，先登记，别挤，我知道。
这个网撒的有点大吧？我算了下啊，这几十年逃荒的、出嫁的、搬迁的适龄奶奶，少说也有几十个吧。你说我这范围要是不扩大一点，那漏了怎么办呀？其实内定选手可以不用彩彩。婆，你来干什么啊？我跟戴胖胖订过亲，我要吃羊肉。大妈，这话是不是你叫我婆说的？你个死女子，这钱大的好事，你不知道往自己家里头搂，你闹这么些竞争对手闹啥呢？这事他造不了假，你懂个屁！这戴家认亲，他认的是心意。你婆这模样周正，这年龄活实，这不比这些歪瓜裂枣哪个强了？我们的女方人都来了，男方人咋了？老人家已经去世了。我们愿意，我们愿意，我们愿意。哎，我们愿意，我们愿意，我们愿意。哎，我们愿意，我们愿意。哇，我愿意，我也愿意，我也愿意。各位乡亲，各位长辈，首先我替我爷爷感谢大家的热情。不管今天能不能找到菲尼奶奶，大家来这的花销我都给包。我的神呀，俺这有钱人哦，这就是不一样。开始。各位乡亲们，戴爷爷当年留下了一把锁，是菲尼奶奶送给戴爷爷的定情信物。至于这把锁是什么材质，溜的是什么花纹，有什么印记，只有菲尼奶奶本人知道。当年我送给这帮的金锁，代表我和这帮的感情深。都是明明是你的。胡说八道呢嘛！51个年代，老百姓屋里头阿达有啥金的银的，都是铁锁、戴种、鞋的。你个瓜女子，你这嘴咋这么黏的？我就不相信你不说我锁长啥样子。我不说，那是个木锁，明明是银锁，金锁，银锁。好了，我的婆们，当年战乱，这位戴总的爷爷背井离乡，戴总是找亲人来了，不是找演员来了。你们刚才是不是都是胡蒙乱猜的呢？是铜锁。婆，你说啥？锁是铜的。锁是铜的。听见没？是铜锁，是咱们村的铜匠打下的。没错，是铜锁。我姑当年可是村里的村花，这佩戴老爷子这正合适。哎呀，婆，你当年给人送过定情信物吗？铜的能换钱，钱能换吃的。我想吃羊肉。原来是蒙的，吓我一跳。哎呀，好我的姑呀，你这咋可糊涂了下？这瓜老婆蒙对了也算，这对大伙儿也太不公平了。当然不是，和铜锁相配的还有一把钥匙，只有这个钥匙打开了锁，我们才能确定菲尼奶奶的身份啊！婆，你干啥呢？各位乡亲们，没有钥匙的就先回吧。啊，我不丈夫钥匙在这儿。我60年代的钥匙，咋着能开40年代的锁吗？钥匙在我屋呢。戴总，你等一下，宝山啊，宝山。戴维，你的品味怎么下降了？办的这个民间选秀比我家佣人办的同乡会还潦草。你怎么还没走？瑶村这么好玩，各种戏看都看不完，我怎么舍得走呢？徐北溪，你的手段已经对我没用了。如果我说徐氏已经找到了你爹地和你爷爷反目的原因呢？那我对你来说有用了吗？想知道对吗？陪我。
你到底知道些什么？我知道你偏爱甜食，不喜欢迷迭香，最喜欢我家厨师 Peter 做的料理，所以我把他带过来了，给你做美食。徐美协，我只给你10分钟。还记得你10岁生日那天，我偷拿了爸爸的拉菲给你庆祝，结果咱俩都喝醉了，还在秋千里睡了一下午。家里人以为我们都被绑架了，差点没吓死。还有你21岁那年，为了帮我夺回设计稿，还和竞争对手打了一架，伤到了额头。现在啊，还有疤痕。曾经的我们那么美好，好到连出国留学都想去同一个国家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却变成这样。所以，你叫我来就是为了叙旧。David， 你想知道的事情，我只能告诉我的未婚夫。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对我？为了验证我是不是在乎你，一个21岁的女孩无视对方前途，陷害对方，偷对方设计稿。我没有。因为我帮你打架，所以我没能够接到我爸的。我父亲和爷爷的反目原因，你到底知不知道？我怎么知道？你父亲的自杀，那是个意外，David。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徐家飞黄腾达。所以你恨徐家，可是我那么爱你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帮助你。我告诉你，就算你完成了3个遗愿，也继承不了戴家的遗产。婆，这个呢是我给你炖的肉汤，炖的可烂乎了，不塞牙，快吃吧。婆，这手咋回事啊？谁弄的这是？你个死女子，这事情还没完呢，你就把你婆领走了，这白白浪费个机会。我跟戴邦邦订过亲。你到底是用什么手段让我婆记住的啊？哎呀，这各路神仙呀，你们都听一下子，听一下这个死女子说的这是啥话？你常年在外头，都是我在照顾着你婆呢，你这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，你开口就问我发了啥手段？哎呀，我可是比动我都冤呀！冤！哼，我看你是忘了之前的事儿了是吧？啊，我婆她虽然一辈子没有嫁过人，但她也是分了地盖了房的。是你啊，为了那点东西就要去村委会哭着闹着喊着抢着说要赡养，哎，现在赡养上了，你又开始虐待我婆。你胡说，我啥时候打她了？我公公死得早，我男人死得早，我要是我没有良心的，我能养着他？那还不是因为你凭我每个月给我奶记的那点生活费。嘿，要不是我婆不愿意离开这个村子，你觉得我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赡养你和刘小云2个米虫？你这个歪女子，你给我等着，我去找州长。哎呀，可冤枉死我了！我呸！你个歪女子，够泼辣的！那你就别惹我这个歪女子。给我喝一杯。赶紧写。哎，咱这样不好吧？那你还想不想娶我呀？我想呀，我想的不行了。那就克里马特新说。
今天有几个老人可以深入查一下，马达已经去了。那万一找不到菲尼奶奶呢？我从不给自己的人生做预设，只做100%的努力。果然是冷血无情的人呀！做事情只谈数据，谈效率。我爸也这么说过。什么？冷血。我爸在世的时候，我俩就成仇人。他让我去继承戴氏传统产业，我偏做芯片科技。他说我冷血，不懂人情，安排徐氏联姻，一切的一切都要跟我唱反调。我真想跟他好好聊聊，可再没机会。唉，你呢，可比我好太多了。我从小呢就没有爸爸妈妈，是奶奶跟我说，我爸他是车祸去世的，我妈后来改嫁了。如果不是奶奶收留我，可能这个世界上呀就没有刘晓琪这个人。你大可不必为了赢我这么拼。好啦，来，向前看，因为前方呢很美。真美。这里是爷爷的家，这里有他切不断的血缘。可是奶奶说，有血缘的地方不一定就是家，而是有人疼的地方才叫家。姨给你说个话。说吧，什么事？你看，你要的是戴老板这个人，我要的是钱，咱俩这共同的祸害就是我刘晓琪。说吧，怎么合作？你给我走一把说。要是我没看错的话，他的确是我们村的老锁匠的传宗手艺，鸾凤双系锁呀。他讲究的是所有的纹路要呼应、对称、合二为一呀。老组长，那这位锁匠还有后人吗？哎，4的4，3的3，啥都没有留下哟。哎呀，留下来，留下来！兰花，你来的正好，让老组长给俺婆评评理。起开，老娘这会儿没有功夫。组长，你看一下这是啥？从这个工艺来看，还真像老锁匠所做的。哎呀，啥叫好像嘛？这就是姐。哎，你看，这经过昨天这么一折腾，这倒让我想起了个事情。我娘家妈临终前呢，把她带的这一辈子的钥匙传给了我，我就觉得这里头有故事。原来还真就有故事。戴总，你看我娘家妈这小名就叫个菲尼，这不是就对上了吗？老组长，可是您说过的，这个鸾凤和喜锁讲究的是祥云如意对称字，一般人很难做出来的。对呀，不错，可惜都断根了。可是，这老组长，真正的鸾凤和喜锁
讲究的是尖头对称刺，而且也没有凹槽。可是你看这把钥匙，它不仅没有祥云，它的石柄还有2道凹槽。哎呀，这能开锁的这钥匙，它都是好钥匙吗？你这比我还胡搅蛮缠。胡兰花，你竟然敢用假钥匙来糊弄祖宗！啊，来人，把我的枣木棍给我拿来！没用的东西，我怎么就信了你了 ？shit！ 谁让你下令让代工厂停工的？知道这几天公司的股价跌了多少吗？徐家的基业迟早毁在你手里。Daddy， 我这不是为了拿住戴锦城吗？你赶紧回来，别给我丢人了！徐小姐，你有啥需要帮忙的，你言传啊。我听说戴锦城要继承他爷爷的遗产，他要去找到他爷爷的原配菲尼，还要和菲尼的后人订婚约。私下，戴锦城和刘晓琪订了一个假婚约，欺骗他的妈咪。啥？还有这事？你想办法，要是能让刘晓琪从戴锦城身边消失，事成后，我给你50万。50万？小玉，你咋拿这么多东西？从去年到现在，你送我的东西都在这儿了，你搜一下，把少噻。啥意思？你想搬过来跟我一起住呢？我大是个老封建，可能不同意呢。等着明年我创业成功了，咱结婚。咱俩分手吧。这是因为刘晓琪回村了。哎呀，我早就不喜欢她了，你别瞎吃醋先。那是你的事，跟我有啥关系？小玉，哎呦！女人想要跨越阶级，这就得快刀斩乱麻，断了和戴启明的关系，妈让你飞出这个村儿，做金凤凰。不，听话啊，来。哎，给我起来！你干啥呢你啊？哎，大妈，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！给我起来！你干啥呢你啊？你这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是不是啊？小七，你这不在家，我可是天天给你泼洗脚呢。念，你接着念啊！哇，再给你按摩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这母女俩又打了什么如意算盘？小玉，咱不能就这样分手啊！小玉，我小琪都在这呢，你问他嘛，咱俩真没有啥。哎，你以为你是亿万富翁大霸总？我呸！你这2年做啥不成，闹啥倒闭，一事无成，一无是处。哎，你就是个吃赔。我不跟你说，小玉，我不想跟你分手。你要真挺爱我，那就加些彩礼吧。1000万？1000万，你帮我买点去。咋，付不起了吧？哼，我实话跟你说，我女子可是要嫁给台城来的戴老板家。就是这呀，都是长辈们早就定下的婚约，我作为长女也没有办法违背啊。小玉，什么情况？戴启明被分手的锅扣在戴总头上了。哎呀，戴总啊，你可惨喽。胡兰花这狗鼻子呀，怕是早就嗅到了我俩是假婚约，
他今天晚上呢会去讨好奶奶。这刘小玉和戴启明断崖式分手，按这节奏啊，我估计戴总来了。戴总，戴总啊，我们今天来呢，一就是想跟你说个话。这不是快过年了，我们专门给你准备了这个特产。这个呀，可是我们家母鸡下的蛋，了不很。你拿回去呀，给你屋里人尝一下啊。谢谢啊，客气了。你看看人家这城里人，人家呀就是优雅，这不像这村里的人粗俗的很。我一会儿还有个会议，有什么事情直说吧。好，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啊。这小玉她打呢，跟她大伯也去世的早，这老刘家就留下我们几个女人，我一个女人把我们家小玉养的是如花似玉的。蒋仲明，你跟刘小琪有个假婚约，你想怎么样？这按照联姻的这个规矩，这几长孙女这才有资格。你的未婚妻呀，这必须是我们家小玉。哎呀，大妈、堂姐，你们呀都口渴了吧？来，快尝尝。这个呢，可是戴总从国外空运回来的高档咖啡呢，迪拜 Julius 咖啡，1万块钱一杯呢。速溶咖啡加的巴豆，好喝吗？哎呀，果然是好咖啡，香味直达上颚，奶香满口留香，这口感嘛也十分的绵密，果然是正宗的迪拜煮死了咖啡。堂姐有文化，哪里的啦？那你也不看一下，你堂姐可是100万粉丝的大网红呢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这厕所呀坏了。哎呀，刘小琪，你给我等着！戴总，你好好考虑一下，这刘小琪有啥好的？我们家小玉啊，这旺夫好生育啊！哎，你给我等会儿，我刘小琪的价值可不是靠男人定义的，倒是你们俩把生育当卖点，把旺夫当筹码，你们才是真的可悲又可笑。说吧，怎么谢谢你赶走这2只花蝴蝶啊？哎呀，戴总，我这个呢只是履行我和你之间的合约，在你结清尾款之前，谁也别想挡我财路。财迷。戴锦成，给我滚出来！戴锦成，滚出来！给俺戴绿帽子，勾引我老婆！哎呀，戴启明，你有话好好说你。咋了？啊？咋了？你个台式绿茶，我弄死你！哇，这没事吧？戴启明，你有事说事行不行啊？你要打坏了台上来的投资人，我看你赔得起吗？小七，这谁被打坏了还不明显吗？你，哎呦，没事吧？走，你。慢点啊，没事吧？我们戴总什么时候被人打成这样了？戴总啊，要不要去医院啊？不用。啊，是啊，我们戴总啊，那可是很抗打的。再说有刘助理在旁边陪着，那就是我们戴总最好的药啊。
年度报表做好了是吧？没有。跆拳道黑带，拳击高手啊！戴总，您就别装了吧，这刚才要不是我拦着呀，那戴启明都被活活打死了，还得我善后啊！护着他。怎么，这假婚约还能真吃醋啊？听说你是戴启明的白月光啊？不关你的事儿。好了。哎，你这娃呀，你好端端的你，哎，招惹人家台城的戴总干啥？嫂，要不是我拦着，这启明啊早就被打坏了。台城这戴总能不能给咱村里带来投资，这还不好说。给咱带的麻烦可真不少，成天是鸡飞狗跳的。你说这启明让你堂姐又给打了，我这老脸，哎，让俺到底下当拖布了。哎呀，嫂，看你舍的，这谁敢呀，对吧？你一天搞创业啊，闹着老干爹，把你亲爹弄得欠了一沟子债，你再这样弄我就到墓里去呀！哎。你把你启明哥好好劝一下。行，么么哒。小谢，你堂姐攀上高这件事，这仇我一定得报。你又想干什么啊？我看戴锦城处处护着你，就是喜欢你。哎，不如我们假扮情侣，拆散戴锦城跟刘小玉。我和戴锦城不是那种关系。你呢，值得更好的，好好做老干爹，再来找事我饶不了你啊！哼。Hello， 宝子们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是我们家的四合院。跟你们说件事啊，最近那个台城的芯片王子，对，就是那个身价过亿的，他最近啊非要追人家，他还为了我打了人家那个官二代的前任，实在是太痴心了。这种女人攀上村主任的儿子都是烧高香了，还不知足。咋了？你们是嫌我鸡都狠了？锦城哥，进来干什么？锦城哥，我妈让我，不是我自己让我来看看你的。看到了，你可以离开了。我听说戴启明我个哈怂打了你，你上哪儿了？我给……我说了，你可以离开了。这狐狸精还不死心啊！切！你听妈跟你说，这吃得苦中苦，这方为人上人。那我就是怕他嘛，你怕个啥嘛？他又不鸟人。看来。锦城哥，我刘小琪咋可能有我温柔？
我点了10倍的迷情蜡，点燃咱俩的良宵。过了今晚啊，烧米煮成熟饭。景琛哥，景琛哥，哒哒。戴总，今天晚上可以算加班啊。好，10倍加班费。戴总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堂姐呢就是靠这一招拿下的戴启明。哎呀，这一般人哪受得了她的狐妹子呀？我点了10倍的迷情蜡，点燃咱俩的良宵。戴总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卖艺不卖身的。好难受，你要见死不救吗？我。糟了，奶奶！哎，有马达照顾。哎，早知道你这么厉害，我哪敢招惹你？你也隐藏的技能够深吗？练过。无聊。哎，你可得对我负责，我再也回不到从前了。我的身体突然好像成为你的外挂系统一样。你真讨厌，人家只不过是被一把愚蠢鲁莽的钥匙给打开了。那要不要再来？哭，这哭顶个屁用呀！你就是个闷怂货！哎，你还能给刘小七给办了好事了？这要闹就往死里闹，这事情要是闹不彻底，我胡兰花都不姓胡了。要说当年呀，姚村呀还是个大村呢，先后走出去了55个后生，光我们戴家呀就走出去了32个，哎，回来的认亲的才6个，另外这26个人呀是生是死，哎，嫂啊，有没有可能这戴振邦是这26个人其中的一个后人？夫人，走啥呀？让哪不活了？呀，这胡搅蛮缠的又来了。哎，啥？大教团？哎呀，嫂，你哎，夫人，这昨天晚上戴老板把俺女子给糟蹋了。我不活了！哎呀，你不赶紧死了，俺咋办？你的嘴里还能不能有句实话啊？让人糟蹋了，不行，你怕是让人家一脚给蹬了。这天地良心，我发誓，他我姓戴的，不能白白把俺娃给糟蹋了，他得把俺娃娶了。哎呀，我求你了，行不行？这大过年的，哎，你再别给咱村里添乱了，我这头都直要砸了嘛！哎，夫人！哎呀，组长呀，你可该给俺娘俩做铺呀！猪？谁家杀猪了？你去给他姓戴的说，他得把俺娃娶了，要不然这谁都不想好过。香饽饽？谁家吃香饽饽了啊？这个
老不死劲，这关键的时刻我耳朵还给弄了。走！兄弟们，你给我出来！你今天必须给我们家女子一个交代！这大白天的，说话可要讲正经。证据，这就是最好的证据。这就是戴老板作案糟蹋了刘海的证据。要说胡兰花是老寡妇，哎，没人怀疑对吧？要说刘小玉是黄花大闺女，那鬼都要笑醒呢。刘小七，你胡说！哎呀，我说你们呀，做戏能不能做全套啊？你看，这分明就是红墨水嘛，把我手指都染红了。拿去吧你！志成哥哥，你说过会对我负责任的。我看你真是入戏太深。这戴老板昨天晚上勾引我们家小玉，这今天提起裤子这都不认账了。姓戴的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天再不娶我们家小玉，我就报警！哎，你报啊？谁不报谁是王八蛋啊！来，打110，打！刘小七，你不要狗仗人势，我跟你一起告。哎，我行得正，坐得端的，你告我啥呀？你和这个姓戴的活活糟蹋了我们家小玉。说胡兰花呀，你不去那个影视圈做编剧，真是你的损失啊！我就不信了，这还没有个说理的地方了，我就报警！住手！住手！启明，我就知道你心里是在乎我的。你还敢报警？我姚村给你丢不起的人。要叫人，大家一块叫人，凭啥让俺我小玉一个人吃年碗亏？至少我还能完成取消经济约定，这好歹也能拿到一笔钱。我这包怪我把你干见不得人的事情都抖出来。你走呀，老俺又不是被哈打的。乡亲们，昨天晚上我在戴总房间里睡的，这件事儿跟戴总没关系。你胡说！你还想占老娘的便宜？行了，我们摊牌了，不装了。来，大家看看啊，这个地方我们装了4个摄像头，一个在大门，一个在客厅，2个卧室，各有1个。你个闷怂，人家给这装了监控，你都不知道？我黑马股东，我怎能知道？别害怕，妈有办法。大家请看这个视频。景琛哥，真是蠢货，居然让景琛哥和刘小七睡在一起了！给你10分钟，马上让刘小七射死！看你我怂样子，可把你吓死了！他我监控都是假的。不要以为我们是农村人啊，你就是可以随便欺负俺。你们冤枉了，必须跟小玉哥交代。胡兰花掉钱眼里，你们跟着瞎。胡兰花，我们敢找技术部来鉴定这个视频的真假，你们敢鉴定这个的真假吗？啊？还是我帮你们来报警呀？刘小七，你都是血口喷人！按照我国刑法，敲诈数额巨大的，判处3年以上，罚款至少2万元。帮凶可是同刑哦。都愣着弄啥？等吃席呢？胡兰花，我钱不要了，不要了！哎，保重，都保重下！大家来都看一下啊，这就是现实报。哼，我今天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你这个不要脸的。我是提供建设干这呢。对了，真是有病呢！没想到离他远点。你们别乱说。我相信小七不是这样的人。启明呀，你还是太单纯了，亏你啊，还把她当成白月光。我这个堂妹私还玩的可花了。刘小玉，你
刘小琪，你染上脏病卧室，婆知道了会咋想？我现在就去告诉他。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你个死女子，你就跟我们刘家把人给纠禁了！看我今天啊，替你婆好好的教训教训你！你可……谁敢动我的女？啥时候成了他的女人？刘小琪，你就是伤风败俗，赶紧滚出俺们村子，别玷污了俺们村的风水！对，去告诉族长，把你们都撵出去！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滚出俺们村！朗朗乾坤，你们成何体统啊？为了这个那点利益就不择手段，抹黑俺们姚村祖祖辈辈积淀下来的荣面。戴景琛，那可是俺们姚村代祀祠堂认下的，绝不允许你们往他身上泼脏水。爷爷，我正式向大家宣布一件事：小琪就是我的未婚妻，在我心里面没有第二个人。小琪是个好孩子。至于有人恶意传播小琪绯闻这件事儿，我会正式提起诉讼追究。演戏呢，刘小琪，别太当真。找到了，3分01，并列第一。海城徐氏集团，马达，把图片路径证据资料给徐美心发过去。我来销毁。源头我已经找到了 ，AI 合成的，太拙劣了。戴总厉害吗？刘助理也不错嘛。你俩就不用在我这儿撒狗了。徐美心，我给你10分钟，正式向我的未婚妻道歉，否则你知道后果。不可能，戴景琛，你除了我，谁都别想娶。爸，因为戴伟一意孤行，戴氏多年的利润都投给了湾海科技，董事会的人对他早有不满。只要湾海的星河变不了线，David 的地位和威望就会一路下滑。如果这时候戴氏的股票一路下跌呢？好主意啊，爸！股价下跌，董事会上的人必然没有信心，低价抛售。我们可以趁机吸纳，想办法成为戴氏最大的股东。湾海的星河芯片自然就成为我们的囊中之物啊！湾海是戴维的多年心血，他视若珍宝。如果想让戴氏继续为湾海输血，他只能求我。今天就做爷爷最喜欢吃的油泼面。没想到戴总还会做油泼面。不过太久没做了，你教教我。那好吧，那我就勉为其难呢，收下你这个徒弟。来，开始吧。你看啊，先加一点面粉，然后加水。好。可能夕阳城墙上有人誓言不分，可能要去到大理才算爱的人。咱们揉面呢，得讲究面光、盆光、手光，这可是姚村验收合格媳妇的标准，咱可不能降低了。原来生活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呀。聊咋了？开饭啦！哎，你看，那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。嘿，干什么？吓我一跳！我从小呢，有什么烦恼或者愿望，都会在这里喊出来的，这是释放压力最好的方式。嘿，嘿，我希望我婆身体健康，长命百
哎，我希望能尽快找到菲妮奶奶，完成爷爷的心愿。嘿，戴锦晨，你可以的。哎，刘小琪，我爱你。天爷爷，地奶奶，这一草一木都能听见，你不能瞎说爱的，这不是人前演戏。你怎么知道才敢信？戴总，你就别闹了吧，你说的爱太轻了，撑不起我们之间的门第鸿沟。你有你的世家尊荣，我有我的粗茶淡饭。不要寄予希望，就不会失望。你我之间只是完成契约罢了。小琪，还生气呢？我生什么气啊？听着，刘小琪，我们之间没有什么所谓的鸿沟，我对你的爱也不是空中阁楼。我戴锦城许下的愿望，我希望你给我一个机会。哎呀，戴总，这次不打扰真的不行了。哎呀，戴总，几个小股东跑到湾海闹事儿，说您啊整天不务正业，耽误了星河量产。现在戴氏每天都在给湾海输血，马上就被拖垮了。哎呀，中小股东最看重利益，我们得针对性的拿出能保障他们利益的方案。星河是核心竞争力，也是湾海的根基。我们只有保证星河的量产进度并未受影响，资金链稳定，这样谣言就能打破了。只要稳住大股东，他们几个先不起浪花。我再补充一份星河量产后的盈利预测报告，这样就能实实在在的打动他们。没错，利益面前没有永远的盟友，我们分头工作。嗯。成了，成了！什么成啊？我把我们整合的数据发给了各大股东，他们被湾海的盈利前景所打动了，明确表态要支持我们。太好了，这几天总算没白忙。哎，小琪，小琪。小琪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昏迷了多久啊？温度终于降下去了。这是戴锦城吗？是不是被外星人调包了？奶奶，哎，婆，你看这个呀，可是我婆做的西北饼王锅盔。当年你爷爷带着2个家乡的锅盔走的。原来这就是锅盔啊！嗯。路上吃，在路上吃。婆，你手刹？
那我走了，我路上吃。婆，那我呢？不对呀，这没天理呀！长得帅连我都不认了，这不对，这是要和我抢戴锦晨啊！这什么飞碟啊？我说你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！来，你一个，你一个。唉，食色性也。你说奶奶都已经阿尔茨海默症晚期了，她还记得美食怎么做，还做这么好吃呢。表皮粗劣，戴总怎么能吃这种又冷又硬的大碳水啊？就是米其林3星主厨的点心，戴总也下不了口啊。那米其林3星的点心呢？它都是经过精细的计算而得到的。唉，不过是市井的点缀罢了，不像这个。溜达嘞。锅盔加辣子，这一口下去啊，西北的豪爽和实在全在里面了。聊咋的？懂行啊，戴总。吃个饼哦，你们都夫唱妇随的。行了，我不当你们电灯泡了。哎，午饭后继续调查族谱26个名单，地毯式排查。收到，收到。刚才我给我妈打了电话，向她坦白了。什么？我宁愿放弃星河，也不愿意造假欺骗她。可是星河是你的心血啊，你说放弃就放弃了。我喝到了这里的油茶，尝到了油泼面、锅盔，爷爷生前念叨了一辈子的香味，所以，我得真正让爷爷的魂魄有所归处。那既然你都已经坦白了，我们的合约，也就到这儿吧。哎，和我签的合约可从来没有提前解约的。好吧，看在爷爷是乡党的份上，我就帮你一把，也算是完成爷爷的心愿了。你得和我再续签1个月。你得和我再续签1个月。多久啊？1年还是2年？终身合约，条件嘛，我的人，我的所有，都归你。那，我可得考虑考虑。行啊，我给你10秒钟考虑时间。不用10秒，我的答案是。10秒考虑时间到了，沉默代表同意。你，哎呀，先完成爷爷的遗愿再说嘛。好啊，反正你也跑不了。我先说好啊，奶奶以后可是要跟我的，你不许嫌弃。嫌弃？她现在可是我的头号小妹妹。你臭屁什么呀你？你怎么了？我想吃你说的绿色意大利面。安排。来，戴总，你不是想吃绿色的意大利面吗？尝尝。咋样？了得很。这是爷爷念念不忘的味道。小七，你咋就自杀了？什么？月，小月，开门！竟然是假的伤疤，看你搞的什么鬼？你不能死！哎呀，
放心吧，我堂姐呢，她命大，死不了。来，赶紧送医院。记住啊，这可是我老板的车，一会儿呀洗干净了再还。我不用。我叫你拿着你就拿着吧，不让你白用。我跟你说啊，看好刘小玉啊，别让她再纠缠戴总。好好好。哎呀，戴总，戴总，你快下来吧！您这玉体要是摔坏了，我们可赔不起啊！小哥，啊？你干啥？以后叫错一次亲一次，这次先欠着。不是还有这规矩呢？以后不用起床就能开灯了。这个好呀！哎，这个都是你装的？80岁的老人，每年50%至少摔倒一次。没想到嘛，戴总，哥这么细心呐！我细心的地方啊，那可多了。那加长版，奶奶穿鞋不弯腰了。哇塞，这个好耶！不过你这堂堂公司的老板，怎么会有照顾人的经验呀？爷爷晚年老狗，我一直都在照顾。小琪，哎，启明哥，你不是去医院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是嘞。是嘞。启明，我不是故意骗你的，我知道你心里还是在乎我的，对不对？我真的想对你复活。你拿个假伤吧，在这装自杀，少拿别人善良开玩笑嘞。刘小玉，咱俩逼嘞。我现在在追小琪。你追他？不是我，这明显看不出来。为啥？他们都喜欢你，讨厌我。小琪，从小到大，你穿个啥的，有我不要的。你长得又没有我好看，你凭啥？哎，堂姐，你假装名媛，到处招摇撞骗的，我凭什么？哎，你反思过没有啊？我恨你，我恨你们，都给我等着！哎，我太蹭来的，亲生女娃不外嫁，知道不？咋的？他爷爷是那姚村的，那他的后代也就是姚村的。好，要是敢对小琪不好，我第一个饶不了你。哎，婆又犯花痴了。奶奶说不定想起什么了，你别打扰她。赶过年，给你做一双新鞋。我婆不会真的喜欢上你了吧？谁让我长得这么帅？我肯定是第一个让80岁奶奶。戴总，芯片材料工厂已经开始恢复生产，虽然上一批订单延迟，但是年前依然会完成订单的。听说许美熙被他父亲关禁闭了。这下天下可要太平了。哇，这西北太赶了，帮我再订一瓶面膜。嗯，这嘴巴也黏。那要不试试这个？
嗯，来，好了。确实不错，不过涂层都超过1.5毫米。那我帮你擦掉。Maggie，奶奶不见了。什么？人一辈子呀，一晃就过去了。想当年拉庄的，我以为是我哥被带走了，其实呀，是我弟弟顶替了我呀。我比他大1岁，我身子骨呢比较弱，他就对我说：“哥呀，你就陪着爸爸妈妈，我去当兵。”哎，我弟弟呀，是个多好的人呀！他走的时候，还是一个没长成人的娃呀。刚开始，他还托人带个信儿，到东北又转站，到南方。后来就没有音信了。我年轻的时候啊，我还去找了他几次，后来就没有音信了。我就盼着呀，他能回来。后来我就想着，他的骨灰回来也行呀。再后来，他的后人回来也行呀。你笑我，你笑我这个老寒瓜。后来我儿子呀都进城了，我没有去享福，我担心他们回来寻根会落空啊。啊，待嫁的子弟回来了，回来就好。奶奶，奶奶，你看我是谁啊？记得吗？不是奶，唉，1个月前奶奶还知道我叫什么呢，可现在连我是谁都不记得了。从大2开始，我就泡在实验室里做阿尔兹海默症的 AI 项目研究。我拼命进入湾海，就是为了有一天这个项目能早点落地。可你呢？你的眼里只有你的星河，对我的项目，你连半点正经的回复都没有。如果能早半年能让这个项目落地，说不定婆的记忆还能多保留一些。我承认，我之前是一个纯粹的商人。湾海的根基是研发芯片，星河能撑起整个行业的技术框架。我当时考虑的是整个公司的发展，是整个行业的基础，不是你的个人情怀。我知道，你本来就冷血，什么事都算得清清楚楚，连1分钱都要榨出它最大的价值。科技的终极意义，从来不是垄断技术、赚尽利润，而是为全人类拓地。星河的底层结构已经稳定了，接下来该往具体领域延伸了。我正式通知你，阿尔兹海默症的 AI 项目，湾海接了。戴锦晨，你从来都是权衡利弊的，一个只能覆盖单一病症的医疗 AI， 投入大，回报小，你会做这种赔本买卖？从商业投资利益最大化上，不划算。但是，为了我们的梦想，为了奶奶能记住我们，我愿意做。
有人说，真正的爱不是口头承诺，而是愿意为你打破规则。他为了我，为了奶奶，不计成本，不计付出。戴锦晨，你慢慢变成我曾经期许的样子。我不信。那就从奶奶手环先开始。走。开始。1、2、3、4。停，用方言说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用方言读这段。我叫刘晓琪，我特别喜欢戴锦晨，我很爱这个男人，我想和他共度一生。什么？叫我读这些？什么呀？这哪是录语音，分明是让我给他表白嘛！想逗我，门儿都没有。我叫刘晓琪，戴锦晨是个自恋狂，我很爱我的婆，我希望她长命百岁。录制完毕。不按规矩来。升级完毕。你之前的手环只是一些基础的检测，这次我帮你升级了。我们看看数据设计。婆，你该关火了。婆，你的老花镜儿在你的口袋。婆，慢一点儿，小心台阶。怎么样？这个手环就像你的影子一样，你关心的点点滴滴，它都可以说到。你居然把星河的底层运算嵌入到了我的模型里，还利用最简陋的设备做了最大的优化，你太厉害了！你就这点雄心，这么容易就被满足了？这只是 2.0， 等采集大量实验数据，提取核心数据 3.0 就可以利用 3D 运维复原人物场景，等到 5.0 我们就可以做仿生机器人。哇，太好了，谢谢你。那你打算怎么写？那个，把可行性报告丰富一下，然后上报推进合照商。好的，戴总。下次进来记得敲门。好的，戴总，下次麻烦您记得关门。戴总，我是有正事儿，戴启明带我去把族谱的26个名单全部查了一遍，有的已经确认阵亡了，还有一部分无音讯，但是跟戴爷爷都没有联系。这一份是戴夫人送来的快递。马达，这张照片用最高清的图像修复技术处理，尽量还原脸部细节。如果马达修复了照片的细节，那咱们就可以找组长还有村里的老人去认照片。那戴爷爷是不是姚村人，不就实锤了吗？婆，小琪，我给你们送年猪来了。肉，这膘这么厚呢？我家养3养了1年，肯定香嘛。这肉看着好啊。多少钱？我扫给你。你是开，我请你。小琪是我未婚妻，我怎么是客？你这包演戏了，你跟小琪我事儿，我早就知道了。哎呀，我不花呀！李世杰，上杆子给人家送猪肉，你不要脸！我就是喜欢小琪，你就死了心吧。我现在想死的心死不了了。我们家小玉这怀孕了，这不是你的，这都是你的！哎，我说你是闹事不嫌事儿大是吧？那脸比锅盔还厚呢。来，看看这是啥？来，这是啥？这个老狐狸到底还有多少鬼？铁了心要碰硬词儿啊！戴启明，你跟他好几年了，这孩子肯定是你的吧？跟那个男人的咋中？保相让我给你接盘。哎呀，哈哈，我的小玉，这以后可咋活人呀？戴启明，这大丈夫敢做敢当，你别让我看不起你啊！刘小琪，你得是瞎，你咋不说是他的呢？那是因为小琪才相信。
要说是我的娃，打死我也不能认。之前我们是订婚了，但是你根本就没有让我碰过。启明，你个渣男！哎呀，日了太背了，这男人提前裤子这都不认账了。兄弟，你都同不了干系，这娃就是你的。哎，胡兰花，我说你是脑子打上麻药了是吧？那天刚给你看完监控，你又开始扳倒是非了。我什么也没干，其实我是个 gay， 我做了绝育手术。哎，我不管，你们得负责任。要么你把我娃去了，要么你就给我赔钱，我给个180万去，我给到我走了。行了，不就是要紧？哎，戴锦晨，你很有钱是吧？这是你的事吗？你就接盘？去医院做 B 超，做亲子鉴定，是谁的谁认，检查的钱我可以出，不要浪费时间。好的，戴总，走吧，去医院。大妈，堂姐，去就去。来看一下，这是啥 ？B 超耶，还是活体的，还有3份呢。戴总，恭喜你啊，喜当爹喽！想到这戴老板是这人，蕨菜晾着船呢。咋？你现在还有啥话可说的？孩子我可以生下来，给我抚养费也行。不过建成哥哥，你总不希望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爹吧？你们两个呀，不去当短剧演员，真是可惜。堂姐，看在我小时候呢穿你的衣服没有被冻死的份上，你现在还有机会留一张脸在这说话。别等扒光了，大家都不好看啊！刘小琪，你不是要证据吗？这戴总可说了，是谁记谁认，这白纸黑字可是盖了公家的章，这还能有假？咋？你这么大个老板，你还想反悔？来，王主任，请讲。胡兰花叫我做一个假 B 超和亲子鉴定报告，其实刘小玉根本就没有怀孕。王主任，你可不敢胡说啊！姓胡的，你个骗子！你给我塞的红包里面都是假币。我今儿非打死你这俩狐狸精！报告。谢谢奶奶。让我婆偏心狠。哎呀，你那年猪不白送，奶奶给你准备了大红包呢。看不起你哥呢，这是。我就是看不起你。哎，你看你创那业，欠一狗灾。哎呀，不是，我不没其事。来，戴老板，妹妹一爹，叫我名字就可以。好，进城，马达，来货。戴先生，我有一个小问题想咨询一下你。天气啥嘛？是。咱前省有一个景点很著名，但是我问了很多人都找不到。我还能信不出？你说这个地方叫湿泥碑。你说啥？湿泥碑。湿泥碑，湿泥碑就叫湿泥碑吗？这就是湿泥碑。骂人的话。启明兄，马达不懂事，你别计较。没事。景城啊，你知道这锅盔的来历吗？说来听听。话说，在我战国时期就有这锅盔，当时呢是叫墩饼，我厚的能有10公分，一个饼能吃1个月，挂在身上还能当盾牌、当刀剑嘞。这秦桧统一天下，靠的就是它。哦，超赞！景城，你这回老家了，能吃辣子不？能啊，这老干爹辣子配锅盔呀，聊咋了？美美的爹，这老干爹你自己做的？这是小本生意，跟你没法比。哎，生意嘛，不分大小。我就是想啊，把这老干爹能卖到全世界。说起来，我就辣子有10年的经验了。话说，我还是从小七上高中的时候说起，为了让他呀回学校能就馍吃，每回走我都给他做辣子。我知道你喜欢小齐，不过你没机会喽。小齐啊，现在是我的人了。这咋没机会了？我说好了做我媳妇儿吗？你胡说啥嘞？谁答应做你媳妇儿了？小时候过家家，每回都抢着做我媳妇儿。哎，你还当真了？你这老干爹怎么推广的？直播带货，慢慢走着看嘛。直线思维走不远，做商业要放开思维。泰国人喜欢用2金条做冬阴功汤，欧洲偏爱3阴交，
你这老干爹嘛，要对多元文化的尊重和专业把控，才能卖到全世界。专家呀是。你好好干啊，有前途。那咱们台省的戴老板有没有兴趣投资一下我们姚村的戴老板呀？助力一下振兴乡村建设嘛？可以考虑考虑。哎呀，我戴总真是我的财神爷呀！你别，哎，吃。老组长，这是我爷爷年轻时候的照片，您看，您还认得吗？戴大强，戴大强，戴大海，戴大，老糊涂了。这老组长啊，是老糊涂了吧？这么糊的照片，他能认得出来？就是。这哪是找爷爷呀？这不就是找你吗？你别害怕。这放炮呢！婆，你的心跳太快了，请你保持心情稳定。婆，这是对你动心了。哎呀，数字有点误差。婆，你该喝降压药了。孩子马上就走好了，赶过年你也能穿上新鞋了。好。怎样？好看不？好看。俺爹娘都同意了，说明年就能办事。大壮哥，你可不能不要我。婆，这大壮哥是你的谁啊？哟！哇，奶奶可真够厉害啊，把自己的婚姻都给包办了。你说按照这个剧情走下去，接下来是不是应该成婚入洞房了？奶奶这是想起了以前的自己。告诉胡兰花，让她能有多大胆子，就搅浑多少水，越夸张越好。我要让戴家身败名裂。是。秦明儿，把这照片多印几下，在周边村子都发一下。哎，特别是十里铺那个北庄戴氏食堂，我组长一定要问到啊！好，我这就去。任祖慈呀，也对上了，我也认下了。如果实在找不到的话，过年祭祖的时候，就把戴振邦啊正式列入族部，就这么定。一个卖国贼，一个黑心资本家，你们这戴家祠堂也愿意收？你又没有证据，不要大放厥词啊！看看这是啥？台城的报道，这戴振邦身价过亿，这是个大富豪。这从姚村走出去，我都是农民，这哪来的资本发家的？不是个叛徒，是个啥？我觉得就应该赶走我叛徒，打倒我败类。胡兰花的搅和根本阻挡不了我们，我也不会让爷爷被冤枉的。可是我看新闻上说，戴爷爷可是很有钱的，他肯定给你留了不少遗产吧？要不是要拯救星河，我是不会动用爷爷的遗产。
请保持情绪稳定。大壮哥，你的鞋做好了，这什么情况？给你穿上。奶奶，很合适。这可是限量版的。大壮哥，我走了。奶奶，大壮哥，我走了。主仆，戴大壮。婆，这大壮哥是你的啥人啊？婆，我大壮哥姓啥？他是不是姓戴？婆。婆，你喜欢的娃人是不是叫戴大壮啊？你们嘴碎的很，爱打听别人的隐私。这老族长不是在等他弟吗？我婆年轻的时候啊，也是个狠人，这一辈子要强得很。我猜测呀，他肯定也在等一个人。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戴大壮，他还错把你认成他。你能迷上我，不是因为我帅吗？你还自恋呢？那族谱上26个人确实没错，这戴振邦也知道认祖祠，是姚村的也没错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振邦是后来起的名字？对，那怎么确定这个像是？这看来得请一个大人物了。上次3000万都没请动他，而且人家说了，绝对不和戴总合作。刘助理能请动他？应该难不到这任务，他毕竟连 M 国的政府系统都攻下了。好了，这么快？你也不看看我小弟 Zero 是谁？那不是给国际黑客联盟一句话的事儿。不会吧？爷爷是地下工作者，而且年轻的时候这么帅。戴振邦曾用名3个，以守信义，为无声。戴大壮，终于找到了，谢谢你。树高千丈，落叶归根。鸡鸟恋旧林，池鱼思故园。而今千里骨肉终相聚，戴氏宗祠喜满堂。今天正是何时？戴振邦就是戴氏家族的戴大壮。看到没有？都看到没有？戴大壮不是叛徒，他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英雄啊，是咱们鸟村人的光荣啊！谁今后要在这个事情上信口雌黄，坟头上拉二胡，下跪撤，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啊！爷，不是你说戴振邦是叛徒吗？我这也不是为了咱村的名誉嘛！哎呀，我是我推测的，我能当真？别以为咱不知道你有些心思。哎呀，你这还不是好人心下？他能成为国际知名黑客，还是多亏我的指导。怎么，不应该感谢我呀？还要收我的钱？无功不受禄，他不要钱，这么肯帮你，有什么？戴总，你想多了。他在追你。
你吃醋啦？没想到我自己竟然成了戴锦城的情敌，那就让他嫉妒到底吧。Zero 呢，他确实在追我。你答应。这么没自信呀？那我答不答应，还不是得看戴总你让不让本小姐满意了。那你怎么解释？马达调查 ，Zero 的助理近1个月的邮件、手机联系人中只有你。你竟然暗中调查我！所以 Zero 到底藏在哪？打给他。他这个时候还没起床呢。他什么时候起床？你怎么知道？他大学的时候作息就是这样的。谁那么慷慨帮忙，呼之即来？你不会答应他的追求了吧？你又吃醋啦？给他发张好人卡，拒绝他，就说你有未婚夫了，不用他帮忙。行吧，你打给他。我打就我打。你好 ，Zero， 我是。你好，戴总。重新认识一下吧，我是 Zero。对，4年前黑雕跨国诈骗集团服务器救了200多个受害者的 Zero 是你。对。那还有2年前破解硅谷幽灵病毒，保住了全球30多家银行核心数据的 Zero 也是你。哎呦，你都问了800遍了，你烦不烦呀？不是，以你的资历，怎么会来当我的特助？我奶奶很早就得了阿尔兹海默症，我想做一套提前预警、辅助干预的 AI 系统，可光有算法不行，还得有硬件载体和落地渠道。那你也算全方位考察过了，各方面还算满意。戴总，你让我被全行业封杀的事儿，我可没原谅你。把我这辈子给你当牛做马，做你24小时的专属特助，随叫随到。得罪了我可没那么容易。怎么法都行。手环已经起到了一定效果，奶奶记忆力有所提升。你看，奶奶的心率波动幅度比普通老人要大。我们应该把手环监测阈值从正负5 BPM 调到正负8 BPM， 还要结合星河的动态传感算法做姿势音校准。你能不能正经点啊？疼自己的未婚妻有什么不正经的？戴伟居然在和那个贱人秀恩爱，都传 Maggie 才是未来的戴太太。戴景琛，接下来你可不要怪我。1小时之内，我要看到星河的独家参数出现在暗网交易区。买家指定黑蚁科技。徐总，这是商业犯罪，
我倒要看看 David 在那个女人和他的心血间到底会怎么选。是。总监，有个匿名 IP 突破3层防火墙，直连我们核心数据。戴总，出事了！我们正在尝试重新构架，可关键的3个算法模块，只要一改就触发连锁错误。他们在代码里面留了后门，一动就会触发，数据自会重新。我们查了攻击溯源，但对方用了跳板，根本追不到真实 IP。安全不说，最快也要3天才能破解。非裔那边的研发进度突然加速了，他们那边的芯片预计下周就能面世。如果他们抢先上市，那么星河还没上市就成了淘汰品。操，5年的心血呀，谁在搞鬼？郑总，你的手，马达。徐美琪，你闹够了！劈头盖脸的说什么呢？你给我打电话不是因为想我吗？你在玩火？我最擅长玩火啦，尤其是火中取栗。布了局就要下棋，我们谈谈条件。我还需要和你谈吗？我要的从来都只有你。明天中午12点之前，我们2家人需要坐下来谈谈我们的婚事，否则我就会让你连湾海破产清算的资格都没有。湾海这次打的是唇亡自残，我必须要回去。如果我真的回去和徐美熙结婚，你会来抢婚吗？你真把自己当跟葱啊？咱俩谁先结婚还不一定呢。除了我，你谁都不许嫁。谁愿意掺和你和徐美熙的破事儿啊？所以你乖乖陪着奶奶，我很快就回来。我知道星河是你的心血，这5年你的责任我懂。在找到证据之前，要么放弃现有架构，重新研发，在现有架构上重新补漏洞，但是性能肯定比不过黑衣。重新研发至少需要1年，仓促上市就是死路一条啊！总要试试啊！其实还有一个选择。民工，攻击方在代码里潜入了蠕虫病毒，再拖3分钟，星河的迭代方案就要被篡改了。戴总回来了。连接大屏幕。大家好。其实还有一个选择。什么？我以 Zero 的身份陪湾海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。大家好 ，Maggie 跟我讲过在座的每一个人和湾海的故事。林工为了调架构，把心脏搭桥手术推了3次。老周孩子满月当天，还在写星河的兼容性测试用例。小马哥偷偷把婚房首付垫进了研发经费。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。因为你们把湾海当家，把星河当做自己的孩子。今天有人用抄袭的架构当武器，想让我们屈服，我们必须打回去。这一战，我们不光是为了湾海，也是为了不让自己的心血给剽窃者当垫脚石。有信心吗？走！反攻开始。阿姨，我知道您喜欢老坑翡翠，
这是我专门找大师给您雕的，我给您戴戴，您看看合不合适？庆毕结束了。我爸爸就是装装样子。阿姨，汪海现在是什么情况？你应该知道吧？请陈的事，我从来不过问。黑蚁的芯片马上就要发布了，星河还没上市就要被淘汰了，砸进去的钱不仅全赔，还有数不清的违约金。真到了那个时候，老爷子留下的代氏还能保得住吗？把所有攻击流量导入虚拟沙盒。阿姨，你也劝劝景晨，别太固执了。只要和徐氏联姻，湾海的危机立刻就能解除。立刻？徐氏是知道攻击湾海的是哪家公司，还是能阻止黑蚁上市啊？是幽灵篡改，很好，送上门的线索。幽灵篡改只能改应用程日记，物理内存改不了。溯源，对方每一条交易都会生成区块哈希之值，这就是他们攻击我们的铁证。好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很荣幸和大家并肩作战。阿姨，其实徐氏可以立刻注资湾海。不好了，徐总，黑蚁崩盘了！崩盘什么？你说清楚点儿。Zero 带着湾海研发部攻破了黑蚁的主服务器，攻击源全被清除了。又是那个 Zero， 他到底是谁啊？徐美熙，我这次绝对不会对你手下留情。景晨哥，这是我托朋友从非洲带来的翡翠，你看看好看吗？你把星河初代参数和黑蚁私下做了交易，对吗？什么交易啊？是不是又是那个 Maggie 陷害我？戴总，黑蚁的交易记录已经被 Zero 植入的程序截获了，里面有一段加密录音，内容是徐。马达，把证据交给律师，起诉徐美熙，通知记者。戴景晨，我看你敢动我的女儿！臭小子，我忍你很久了，要不是美熙，你们整个戴氏……郑山，大老远跑来，就是为了在我门前撒野吗？哼，嫂子，看来有些话我们得单独聊聊。请。戴家乱了，徐家也别想独善其身。要不然咱俩打个赌，景晨不是戴家血脉的事一旦暴露，看看咱俩谁先死。今天的事是误会，你给美熙道歉。绝不可能！臭小子，你敢当着我的面打我徐家人的脸？我看谁敢动我的人！这个就是盗取公司机密，被全行业封杀的那个小偷吧？他，我的未婚妻刘小琪。
我看你小子是猪油蒙了心，居然把一个村姑当宝。还有另一个身份，湾海科技总裁刘总，辛苦了。胡闹！他能是总裁？嫂子，你可能还不知道吧？截止昨日收盘，徐氏已通过2级市场收购等方式，累计持有戴氏87.3%的股份。现在，我以徐氏第一股东的身份通知你们，即刻起，我们全方面接管戴氏集团的经营管理，包括子公司湾海科技，原管理层全部下课，包括你，刘晓琪。谁先下课还不一定呢。徐振山，你所谓的2级收购市场，不过是利用杠杆资金恶意举牌决定的，早就已经违反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。你放屁！你还利用非法拘禁等残忍手段，逼迫戴氏股东以1元每股的低价转让股权，还以妻儿的性命为要挟，要求人家自杀，是吗？你以为你说的话有人信吗？不信。好啊，徐总，我们通过你们和黑蚁的交易记录，已经查到了你们在海外的洗钱证据。再胡说，我撕烂你的嘴！你衬衫，我们的赌局还继续吗？就凭他几句片面之词，也想扳倒我徐氏？哼，你真当我是白混的？好啊，那我们还有更多的证据。徐总，你们表面上呢是和瑞科进行合作，实际上是在多个国家开了多个工科公司，洗劫了数百亿的资产。听说你们还在塞班买了个小岛，对吧？绑架了数百位的未成年少女。徐总，这些事情，你们俩怕是比我们更清楚吧？刘晓琪，我要你死！住手！徐振山、徐美熙，你们因涉嫌恶意收购罪、操纵市场证券罪、绑架勒索罪等7项重罪，现将拘捕。小雨，妈做的这些都是为了你，为了我。你让我分手，让我去勾引男人，你让我身败名裂，你说这都是为了我？你让我在咱村撒太下去，这大过年的你不要走，不走弄啥？留着当别人茶余饭后的笑话吗？小雨，你不要走，妈不能没有你。回家吃饭喽！妈不能没有你。婆，我回来了，这是我奶奶。姨母好。啊，这是那个我奶奶对戴锦晨特别的喜欢。走，走。来，快吃吧。奶奶呀，天不亮就起来擀面做臊子的，你们必须得吃完啊！必须吃。准备。哎，奶奶，伙饭，快伙饭！
这是方言，沸就是水的意思。不是菲尼，是水泥。费尼，奶奶好像想起什么来了。戴锦晨，快把锁子还有爷爷修复照片拿出来。奶奶。回来了，奶奶，姨母，奶奶，婆，你醒了，你可吓死我了！刚才，小琪，你啥时候回家的呀？婆，你记起我了？我叫啥？琪娃嘛。你小时候调皮捣蛋，偷鸡蛋吃，最爱吃大白兔糖呢。奶奶。啊，真像做了一个梦。家里咋来了这么多人？姨母，我是戴大壮的儿媳，从台城过来的。你一直在等他。等。我从16岁等到96，到除夕，整80年。他也一直在等你。大壮哥，你咋才回来？就是可惜我给你做的汗，你再也没有机会穿了。戴大壮，民国16年腊月13日出生，属兔。3岁没了妈，7岁没了爸，有个姐姐饿死了，他靠给地主打长工才长大。土改时期，大壮带领穷人分了地，后来被人报复，抓来种地。走的时候，我连一面都没见上。姨母，按照爷爷的遗愿，他的骨灰一直都没有下葬，就盼着有一天能落叶归根。他倒是开枝散叶了，在台城大富大贵。我奶奶可是等了一辈子。这就是命，我不怪他。孩子，挑个黄道吉日，让俺那个妹子亲自接你公公婆婆入祠堂吧。我公公说了，能陪他进祠堂的只有您。
这个盒子我帮我公公保管了几10年，现在亲手交给你，我也算不辱使命。他说一定要交到你手上。这是老槐树下的土，是个当年匆匆忙忙装给他的，还有一股槐花香呢。奶奶，您一辈子没有嫁人，就是为了这句话。我答应他的，一辈子。这是爷爷从台上来的汇款单。汇款单。那从60年代开始，姚村的老桥、村小学，还有后山的那个饮水区，都是大壮大哥匿名汇款才修建的。是啊，听老爷说，当年撤回台城，伪装成生意人，实际上是在执行组织上的任务。这些汇款单是他对家乡的思念和感恩，他一生未娶，只为了等着和心上人团聚。那我……儿子，你真正的祖父叫易淑宁，是你爷爷的助手。当时组织上出现了叛徒，是他攥着手中没有送出去的情报，当着敌人的面跳了海，掩护了老爷子，没有暴露。为了保住易叔叔的血脉，你爷爷假装娶了他的妻子，实际上是为了保护年幼的孩子，也就是你的父亲，是要给他一个光明正大的身份。为此即时，旭日灵堂，恭迎逮捕回答者如此贵重，一脉宗亲，千秋祭祀，故土生根，婚喜归来，60年山海相隔，未曾忘丧子之念，诸位宗亲，观此牌位，当年鲜卑之子，根在姚村，心系天下，亲迁故土，简单家规。愿我代嗣后人，永继故土难离之训，传承守正担当之魂，不负先辈，不负三河。小妾，我懂了。爷爷故意给继承遗产设下3个障碍，根本不是在为难我，而是怕我们这代人忘了从哪来。爷爷是想让我们知道，世上最珍贵的不是财富，而是信守一生的赤子承诺。身处何方，也不能忘了根本。你们台上人过年也贴春联啊？贴呀，小时候除夕每年都要跟着爷爷贴，熬浆糊。贴的时候左右对称，对联讲究上下联。
怪不得这么专业呢。小七，这一切都是大妈的错。这小雨都走了这么久了，我也联系不上她。你在城里人脉广，你帮大妈打听打听好不好？这好。哎呀！这打完了，哎呀！哎，大家都坐好了啊！我就给他说两句话。今天我是个特别的日子，欢迎咱大壮叔，还有咱戴少，还有京城回去，来欢迎。人常说呀，人逢喜事精神壮，阖家欢睦百事兴。祝咱们所有人阖家美满，岁岁平安。哎，来，共同举杯，庆贺团圆！来！景台啊，正按咱姚村的辈分来说，你得叫三爷爷。三爷爷。我是戴老爷子远房堂姐小儿子的随媳妇儿，俺辈分我叫你声嫂。嫂，哎，这是你是爷爷堂兄弟，你得叫小爷爷。小爷爷，村里服了3个都服我辈分大，咋不服？我不服。我小爷爷。来，也给你发个红包。那昨天留个小祖父，你妈妈是戴老爷子的表姑，按道理说，她是你表姑奶奶呀。原来我是你的姑奶奶呀！来，叫声姑奶奶来听听。姑奶奶。那姑奶奶，你愿不愿意嫁？愿意。我愿意。那说好了，一辈子。一辈子。